据新华社5号英文报道，今年国防费预算约为155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增幅比去年上调0.1%。这是中国国防预算连续8年保持个位数增长。分析指出，在各国普遍增加军费的新形势下，今年国防费用预算按照美元换算，实际上是低于2022年国防费用预算的。随着国防安全的需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防费会保持适度增长，但中国既不会走一些西方国家追逐霸权、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走军备竞赛、穷兵黩武的邪路，中国将保持定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报告指出，今年是政府换届之年，在经济社会发展多领域各方面工作，今后还需不懈努力。报告提出了8项工作重点：一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2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3是切实落实2个毫不动摇，用真招实策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4是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5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6是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7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8是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那我注意到外界对于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呢也十分的关注，彭博社、路透社等英文媒体在第一时间刊发了报告的英文全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全年的 GDP 增速目标定为5%左右。那在稳就业、扩大内需、吸引外资、深化改革等各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外界认为，在全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经济部署向世界传递了时代强音。台湾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都对开幕会有及时的追踪报道，多家网络媒体呢更在网络上全程直播大会的内容。除了媒体之外呢，台湾的两岸学者呢也对这次报告中的涉台内容也有一些关注。有学者分析呢，这次报告特别提到了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透露出大陆把2023年定位为两岸的大交流年的讯息。此前呢，大陆方面也善意呼吁增加两岸直航点，这部分呢也受到台湾舆论的关注，认为强化两岸连结、发扬共同的部分，有助于两岸和平的发展。总体来说呢，学者认为今年涉台的内容调性变化并不大，依托和平为主轴，关联和平的发展、血缘、文化，以增进台湾民众福祉为重点。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意义重大。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增长目标是多少。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定在了5%左右。那么，如何看待这一目标？怎么样实现？来看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每年的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发展各类目标确定在什么水平，是预判全年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参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宏观政策调控的走向、力度与方式，因而受到国际社会、国内社会的高度关注。分析指出，从去年的3%到今年的5%，增速提高2个百分点，不仅是经过科学研判、结合国情、事情而拟定的目标，也与中国社科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预测的5%和5.2%大体相当。与此同时，综合考虑到国内外的不确定性，5%后面的左右一词，实际上也为经济增长可能的超预期表现保留灵活空间，是科学合理的。过去一年，国际环境风高浪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政府工作报告用“我国发展取得来之极为不易的新成就”来形容2022年面临的形势。在此背景下，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也为今年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夯实了信心，打下了基础。
深圳卫视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过去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表述，出自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还研判认为，2023年的经济环境面临的困难挑战很多，要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新，并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经济增长它是这个有韧性，同时呢，基本盘也是守住了。那这是一方面。从展望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既积极又稳妥，稳经济、稳物价，稳就业，这样的成绩，那我想是相当不平凡。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大幅反弹至52.6%，创2012年以来新高，显示中国经济复苏强劲。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穆迪也指出，中国经济短期复苏力度超出外界预期。路透社引述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中国中心驻北京负责人阿尔弗雷多·孟图福·赫鲁的话表示，设定更高的增长目标将需要大规模刺激，而中国政府并不想这么做。美国彭博社也认为，中国政府认为5%的中高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有利。美国近2届政府推出的强刺激措施引发高通胀等负面效应就是反面例子。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有分析指出，今年是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年，是经济从疫情模式重回正常运行轨道的首年，稳增长必然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另外还要看到，中央一再强调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换言之，追求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非要陷入 GDP 崇拜之中，而是为了促进高质量发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设定5%左右这一预期目标，就是要在高基数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德国之声电台引述经济学家的分析指出，春节期间中国经济强劲反弹，多个国际经济组织纷纷上调中国发展预期，普遍高于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5%的目标。中国也有25个省定下的目标高于5%。德国之声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一定可以实现，但政府工作报告也对此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当前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球通胀仍处于高位，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